大家好，这里是李玉阳，这是第2期海克斯的选择。第25个后援，这个海克斯呢，你需要4个义子在后2排。那这个海克斯适合什么样的阵容呢？就是多个单位在后排需要吃攻速的。那么比较合适的可能就有统领啊、狙神啊、先知啊，我感觉也可以啊。法师可能也还行，而自身就加攻速的，比如执法或者狙击这种就很差，对吧？第26个后期专家，这个海克斯这个版本是比较强的，因为当前运营阵容都是连胜狗8级，然后9级猛抽，那么后期专家是比较符合这种环境需求的。但是后期专家比较稳妥的做法是，这把如果是个高经济的局，那么拿这个会比较合适啊。比如这个是个河蟹局，但是问题是河蟹局又拿经济，那又会差一些。所以这个后期专家最常的情况就是你用你自己运营的能力上9，这样子是上限最高的。同时呢，有个海克斯呢叫幸存者，因为后期专家现在是只有3-2会刷，幸存者的话呢只有2-1会刷。这2个海克斯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实际上你玩起来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后期专家你拿了之后，你会想着划水，只要我上9我就无敌了。但是呢，幸存者拿了你就会想着，我这把一定要上强度，一定要活下来，对吧？前者是尽量不花钱，上9我乱杀，后者是我一定要花钱把命留下来。所以这2个海克斯哪个更合适现在的环境呢？我觉得是后期专家。虽然说你幸存者给的奖励确实够好，但是你为了拿这个奖励，你会一直有钱，就会上人口就低质量。就其实你为了拿这个奖励，你本来就会花很多的钱。而且很多局往往是可能老8和老3、老4出局，也就差不了几个轮次，所以我感觉幸存者你要慎重去拿啊。但是后期专家这个版本是合适去拿的。第28个团队建设和英勇福袋，团队建设我个人感觉第一个拿很一般啊，因为这个小副之器就是要捏3费才厉害。第二个拿，比如这把你已经确定了是外交法、视讯机，那么你可以捏3费卡。那5个轮次其实对于赌3费卡来说没有太大影响，那是可以拿的。英勇福袋这个海克斯我觉得是反过来的，第一个拿会更好，后面拿的话呢就是为了应急去保下线的。而且现在大家拿这个英勇福袋比较流行的打法是直接捏2星3费去打连胜啊，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好的。第30个基础装备自助餐，这个海克斯拿了就是要特定装备的阵容啊，比如泽利，比如皮城。这个版本皮城很强，所以这个海克斯优先级是很高的，拿了你去玩皮城一定错不了。就后面你全开皮城装备，我感觉这个海克斯实际作用不比那个金色的学术研究差，甚至还会更好一点，因为散件比成装肯定更灵活啊。第31个多元化投资，这个海克斯我个人感觉也是一个比较强的经济海克斯啊，就是银色的经济有些它就是设计的很强，但是主要问题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阵容适配。有什么拼多多阵容可以用吗？啊，现在这个版本终身黄铜的阵容，比如以前可以拼艾克或者拼老鼠，现在都玩不了。拿了这个海克斯可能就是去拼试验品有关的阵容，比如螃蟹，或者是去拼双型有关的阵容，会比较容易开得出比较多的羁绊。但是这2个阵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东西可以玩啊，这只是个问题。就是很可能拿了它之后享受不到它的最大价值，只能前面开多羁绊去过渡啊。当然还有羁绊追踪者，这个搭起来也是很强的，但是这个只有2-1和3-2能刷得出来，也很难和羁绊追踪者联系上。所以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局是个魔像局，自带3个转职，拿到这个海克斯发挥你的想象力去自创一个阵容会比较好。第32个威力提升，这个一般都是3-2拿，很少有人会选择2-1拿，因为你3-2是出的银色，那么4-2是出不了银色的，一定是彩色。拿了这个海克斯之后，会让3阶段的节奏，但是投资4阶段的节奏啊，我觉得还可以，是一个不知道选什么海克斯的时候的好选择。第33个孤胆英雄，这个已经禁用了。这个海克斯最知名的地方就是双大天使饮血晶的拉克斯，但其实不仅仅是拉克斯可以这样玩，就是吸血鬼也是很好的。而且这个吸血鬼吃孤胆英雄其实不需要装出海克斯啊，就双大天使饮血剑就可以。当然其实任何一个法系牌你带双大天使饮血剑，然后一边抽个法师护甲都能玩这个，其实都差不多的。
第34个安慰剂，这个海克斯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很差，第二个很强啊，因为首先安慰剂不能定正。其实在高手的策略里面第一个进阶海克斯如果能够决定节奏，会比他具体给多少钱要更有吸引力啊。就比如说弑君突刺的进攻宣告，这些海克斯对于高手的吸引力来说是远远比这个安慰剂来的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游戏2阶段永远是节奏优先，你拿了弑君突刺，你就知道自己一定是连败转连胜；拿了进攻宣告，你就一定知道是连胜转连败。这两个海克斯都是针对节奏上设计的，而且一般你拿这种海克斯肯定会看一圈外面的嘛，不可能说我这把一定赢不了还拿进攻宣告，这把我一定能连胜，我还要拿弑君突刺，肯定不会这样想吧？肯定是我知道这一把我一定能连胜，或者我一定能连败至少是心里很有数的，就是一定要有认知，就是说这个游戏具体给多少钱没有那么关键的，但是连胜或者连败这个动作能持续发生，对整局游戏的行动产生的价值是更关键的。像进攻宣告或者弑君突刺这样的海克斯，它就是基于这样的行动来设计的，你能在保持的节奏上还能有更高的收益，这件事情对你产生的实际收益是远高于一个固定的数值，因为你的节奏会让你更舒服玩到很多阵容。比如我玩泽利，我就是一个固定6连败，那么肯定弑君突刺就是很好的，只要我能打出6连败转连胜，那就是很好的。比如我进攻宣告，那么我前期就是要选择，比如我有卡牌大师高执法去赢，然后我很可能3阶半去连败，然后最后4阶段上去抽个运营阵容。这件事情如果我能让它可以控制的发生，是远远比一个固定多少钱来的更有价值的。我不知道我说够不清楚如果你不理解的话，那是我的问题，这个有点抽象，但是我相信善于思考的你是能懂的，对吧？第37个成群结队，这两个拿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阵容你需要3费卡或者需要4费卡，然后最好是多 C 阵容，那么我需要吃很多装备，相对来讲这个金丝的成群结队的泛用性要更好一点，毕竟辅助装通用性比较强，如果你有个敲就更可控了。第39个是战争财宝系列，这个东西拿来就要连胜但是问题是很难连胜现在这个环境等于是前期让个战力还要赢，因为它的奖励设计师都是可以调整的。我自己玩下来的感觉就是拿这种战争财宝前面的奖励很差，就是得到游戏后期奖励才好，比如5阶段，对吧？但是问题是现在游戏节奏这么快，游戏后期我活得下来吗？对吧？如果你能让个海克斯一直活到5阶段之后还能再赢，那么这个很牛，但一般他还没开始发挥的时候人已经差不多没有了，所以我不是很推荐拿这个。第42个打气系列，打气系列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这个版本，尤其是这个打气3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强，非常有实力，而且能用的阵容很多，从赌阵家人，对吧，到高费的先知、法师、统领、居神、蓝发等等，全都是攻速收益很高的。尤其这个打气3后期你只要能赢下来，你会越来越强，每个人都50多的攻速，这个数值太高了。打气3我感觉是无脑拿的。第45个操纵商店，这个海克斯拿了目标很明确，就是赌3费。3费有什么阵容呢？比如炼金卡牌或者哨兵卡牌，比如统领12女赌双行法师，海克斯监察也可以，总之就是要玩3费的。而且这个海克斯出来是3-2一般这种时候你也知道自己玩什么了，还是可以拿的。第46个攀登天梯，这个呢是个战力海克斯，它适合什么呢？适合大羁绊的阵容比如蓝发、执法这种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但问题是蓝发它本来就不缺攻击力和法强，拿着感觉很奇怪，而且发挥不了护甲和魔抗的价值。就我感觉什么阵容会比较合适呢？搏击手比较合适搏击手本来就是战士，可以上去吃抗性，或者是格斗家的专属海克斯，拿这个也强，就是要把抗性给他吃到如果是蓝发这种，最后剩个佐伊或者金克斯吃抗性，感觉还是太抽象了。而且双攻这2张卡也不厉害，对吧？好的，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关注支持我的人呢，我祝你原地发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